係各位網友，即係今日咧幾條片都唔開心嘅。咁一個就係呢個係阿小潘過身，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心理震撼，因為佢細過我7年，而且冇嚴重病，入醫院做一啲手術，咁就進翻嚟。即係我講過馬志遠呢一個係秋義佢入講上床和鞋理相別啊，上床同隻鞋同隻襪告別，因為聽朝唔知醒唔醒得翻。休笑鳩巢計絕，葫蘆啼一向莊外。唔好笑雀巢鳩佔係一個好笨嘅嘢，其實人生過得去就過得去，算得乜嘢？呢個係最好扮係傻呢個世界。好啦，呢啲又係為我啲朋友講嘢。2025年9月9號 CF 香港發表《我們難逃受苦研究》，我真係唔信香港可以搞到咁樣，好離譜。香港監獄制度係香港監獄制度性迫害，唔係偶然，係 systematic 嘅迫害，同政治操控常態化。兩個問題，呢個問題監獄入邊係非常無法無天。第二係將一啲政治犯進行思想改造，單獨囚禁，一個不停密切注視佢哋嘅一舉一動，document晒佢哋所有嘢。係一個思想嘅監獄，一個思想嘅監獄。研究以10幾個釋囚深度訪談，結合公開資料作證，梳理權力結構同監管缺位。政府唔理，其實就縱容人咁做，冇人監管啦。以前啊，香港嘅監獄咧就係由太平紳士去探嘅。去睇監獄嘅情況嘅，我唔知而家呢套嘢係點。嗰啲囚犯隨時可以向太平紳士咧投訴，描繪在囚者日常受壓、申訴無門嘅整體圖像。報告集追政治犯嘅待遇，單獨囚禁、終止交往、通訊審查、思想改造、醫療忽視環境惡劣。自2019以來，而家坐緊監嘅人8000幾人，其中受國安同政治相關入獄嘅人1900人，規模同密度遠超過任何年代。以前冇，香港冇政治犯，香港冇政治犯，97之前係。目前依然有800個人被囚，大量個案係未審先判，保釋反覆被拒。佢話一係你做暴動嗰啲咧，你就大鑊噶啦，即係告暴動罪嗰啲係。漫長排期啊，事實上係持續欺壓同權利嘅凍結狀態。呢個係即係咧保釋咧，唔俾保釋咧係要有理由嘅。以前係，而家咧俾你政治犯咧，原理上係唔俾你保釋嘅，唔俾你保釋，咁即係坐咗先。政治犯全天候監控，24小時睇住你。頻密搜身，同普通囚犯咧分隔嘅，其實係工作、運動、學習嘅時間都限到好短。佢話咧，一日咧放唔到15分鐘風啊！黎智英嗰啲人處於持續懲戒嘅心理壓力，一路俾壓力你，想壓到你癲嘅。其實我寫個信入去，入唔到去，書信與探訪被恆常審查。沒收或臨時取消。如果對外發聲，有人去探你，你叫佢出嚟代你講嘢咧，或者收受支持咧，就會記過隔離或者轉你去第二啲 facility 嗰度。受訪者話，監獄人員每日都要寫每一個政治犯嘅情報，今日佢做過乜嘢，見過乜嘢人，有咩特殊舉動，即係好似驚你喺監獄都可以作反咁。我唔明喎，呢個就係。因為呢啲我都唔明，香港啲政治犯都唔係恐怖分子，香港人斯文人，將言行往來同支持網絡
邊個嚟過，寫信俾你，乜嘢人支持你，列入監控清單，拎出去俾國安處監視嚟睇過佢嗰啲人。寒蟬效應係向外延伸，邊個敢嚟探佢嚟寫信？調翻轉頭，國安處去調查佢哋。政治案件喺程序上傾向高風險認定，認為好高風險㗎啦，呢啲人係高度保安，一套同普通刑事截然唔同嘅政治法化嘅懲教治理邏輯，係第二套嘢管嘅，係你嘅一行一舉一動睇到實在。懲教職員委託特定囚犯做 B 仔代行監管，因為懲教員唔夠，佢就委託一啲聽佢哋嘅話嘅人咧，就叫 B 仔。呢 B 仔咧就嚟監控翻啲囚犯，權力外包，嗰啲 B 仔咧就作惡，就毆打勒索性暴力，難以追究責任來源，因為佢都係囚犯，多名受講者話性暴力無時無刻發生，好驚啲 B 仔。如果你舉報咧，就會被再度報復，於是你就沉默同恐嚇循環，你就謝晒。壁屋懲教所特登有鏡頭嘅死角嘅，有啲地方嗱喺個囚室入邊係唔準影嘅，但囚室出邊係影啊。囚室出邊影咧，佢都有啲鏡頭嘅死角，成為拳打腳踢同噴射胡椒嘅懲罰區。加害者成本極低，被害者要舉證難度極高。17歲嘅青年 Andrew 啊，呢啲後生仔大鑊，喺壁屋3個月，俾 B 仔長期施暴、強迫口交，仲要佢吞咗啲精液。佢描述恐嚇威逼嘅無人可信嘅孤立處境。Andrew 出獄之後咧，被診斷創傷後壓力焦慮症，長期精神科治療，出現 flashback、胸悶、閃回、呼吸困難。2020年獄中有青年，其實好多性暴力犯罪喺度，呢個係獄中有青年，因為唱願陽光歸香港，被帶往盲點，被掌摑、拳打腳踢，被逼互相掌摑並高喊多謝。前在囚律師呢個人就因為幫阻擋嗰啲，佢問過嗰個人係咪差人喎？嗰個人話唔係差人，佢先阻擋佢，去追嗰啲人，點不知咧就話佢阻差辦公。呢個人係個律師嚟嘅 Simon Blickett， 夜間喺醫院病房聽見毆打同哀嚎，見到被打嘅囚犯血流如注，眾人噤若寒蟬。呢個香港變咗第3世界國家。報告指單獨囚禁呢個係最大鑊嘅嘢。Solitary confinement 係最殘忍嘅處罰方法嚟嘅。與中指交往係唔俾人探佢，被用作控制政治犯嘅手段。喐下都幾個禮拜至幾年，遠遠超過孟德勒規則。因為孟德勒放出嚟，國際就定咗啲最低嘅守則叫曼德勒規則。曼德勒規則咧就係單獨囚禁係唔可以超過15日，一定嘅時間要放風，一定有社會交往。而家香港完全唔使遵守呢啲嘢。2024年單獨囚禁幾多人呢？879宗啊！呢個佢話鄒幸彤咧嗰啲人咧，久唔久就俾佢單獨囚禁，佢就嚟搜你啊，然後咧就揾啲藉口就將你單獨囚禁，長期隔離同感官剝奪，導致嚴重心理創傷同自我傷殘。長期喺間房度一個人，你係會癲嘅，而佢唔熄燈，你係會癲嘅。呢個係當局啊，所有超過4個月嘅個案單獨囚禁咧，都係自己要求嘅。受訪者質疑係逼人哋簽嘅，呢個其實或者恐懼報復所致嘅。黎智英、梁國雄，我的朋友，多年幾乎被完全隔離，就算由一度去第二度咧，都睇唔到人嘅，清空晒條路，遮住晒，等佢睇唔到人，切斷同其他在囚嘅接觸，好似處嗰啲連 serial killer 啊，呢一個沉默的羔羊嗰種人咁樣對付。
一個釋囚入監獄就頂咗方俾你，自願住單人囚室，唔簽呢你就大鑊啦。所謂嘅自願呢，其實係假嘅。長期單獨囚禁，人係一種社會動物，長期單獨囚禁係一種最殘忍嘅懲罰。嗰啲人情願死咗佢嘅，單獨囚禁咁耐，你瞓唔到覺嘅，日夜都開燈，幻聽、焦慮、記憶衰退，弱化個體辨識能力，影響自身嘅辯護同申訴，因此你就冇咗答辯嘅能力，喺法庭上亦都唔會投訴佢。政治犯嘅書信常被列為不合資格清單，簽收之後確認無法收受，你冇得收。內容由網貼到搞笑新聞一路被擋，等你同世界隔絕。懲教署有一個叫沿途有理就係以更新為名呢，就係洗你腦，包括睇宣傳器材同心理面評估政治立場，不停意圖洗你嘅政治立場。監獄人員每日都搜集政治犯嘅情報，要建立 file， 你同咩人傾個偈，你嘅言論動向係點？好似大陸嗰啲思想改造營，係咪好似溥儀嗰啲思想改造營？思想評估你有冇逐漸呢將個思想評估變得好制度化同量表化？呢個剔晒啲表。好啦，你病點呢？獄中醫療門檻高，好難話你病。你話病，佢話你詐病。延誤普遍，慢性病、骨折、皮膚潰爛，冇人睇。佢要轉介專科好困難，好多人索性放棄唔睇醫生。獄中精神健康支援不足，尤其是精神病、重度焦慮同創傷症候群，唔會及時醫。醫療資源話你濫用、拒絕或者延後評估。監獄嘅狀態好曳，我都唔知香港監獄狀態好曳。設施失修、滲水、馬桶塞、酷熱冇空調，夏季中暑嘅機會好高。仲有蟲鼠滋生，衛生條件不符國際標準。醫院病房都唔安全，成日夜晚打人同哀嚎，受傷者血流如注之後匆匆處理，真相難以追究及定責。根據《公民權利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同埋《禁止酷刑公約》，香港兩個公約都簽咗嘅。港府有權負責防止酷刑同不人道待遇嘅正面義務。聯合國囚犯最低標準，呢個就叫曼德勒規則，限制單獨囚禁，一定幾時要睇醫生。你有宗教自由，嗱佢冇宗教自由唔准黎智英見神父呢個做彌撒做呢個受聖體同埋申訴，明明係背唔理呢個最低待遇。建議各國按馬格尼茲基法案，呢個係個俄羅斯嘅人權死於嘅人權律師，對涉及虐待長期隔離決策官員定向制裁，以適當政治犯作為任何合作嘅前提。邊個夠膽做呢啲嘢嘅，係應該加以制裁。佢話唔係我話。報告呼籲公民社會同專業團體建立香港監獄監察平台，專搜集呢啲個案，統計法律分析，形成外部唔好一時關注，跟住就唔理，要有持久嘅壓力。呢個就係令我覺得非常悲痛嘅。